大家好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会很热，总是想喝口小啤酒，尤其放假时候，喝啤酒吃烧烤的日子又来了。那么说到啤酒，大家去买的时候会发现，市面上的啤酒种类繁多。但是不管是什么牌子的啤酒，它都分为有瓶装啤酒和罐装啤酒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，就来说一说，同样是啤酒瓶装和罐装到底有什么不同。看完之后千万别再买错了，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第一个区别，那就是罐装的啤酒要比瓶装的啤酒更易方便携带的，像平时闲暇时刻、户外的团建或者家人们野餐时间，约几个闺蜜一起吃饭，想要带啤酒外出饮用，那么这个时候罐装的就比较合适，因为瓶装啤酒它是采用这种玻璃的材质，因为玻璃材质都是比较易碎的，并且比较占地方的，体积比较大。罐装啤酒它的材质是像这样子比较轻，整体它是一个圆柱形，个头比较小，携带的过程中竖着放横着放，甚至是喝完后也可以叠起来放，不怕摔也不怕碰。这样的啤酒外出携带跟塑料瓶装的饮料一样，和玻璃的啤酒对比，罐装的就有非常强的优势了。第二点呢，罐装的比瓶装的遮光性要好，像啤酒它是发酵类的一种酒，平时保存的时候是需要避光保存的，如果是阳光直射的话，非常容易变味，还会变质。这也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，就算是瓶装啤酒，它的酒瓶颜色大多是像这样子，深绿色或者是深棕色了。但是不管这个啤酒瓶子颜色有多深，依然还会有一定的透光性，不能够完全的避光。但是罐装的就不一样了，它的材质是不透明的，避光的效果比较好。这样一来，酒的香味还有营养成分就会比较稳定。是因为啤酒它所存放的容器材质不同，也就导致了罐装和瓶装的保质期也是不同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罐装的保质期是360天，它的储存条件也说明了，要保持干燥避光储藏。再来看看这个瓶装的，瓶装的保质期为180天，同样是需要避光保存的啤酒，所以说材质不同，也造就了它这个保质期不同。第三点，瓶装的啤酒要比罐装的啤酒稳定性强，因为瓶装的是玻璃的材质，罐装是金属材质。像这个玻璃材质啤酒比这个金属的材质啤酒，它的稳定性强，不容易发生形变和化学反应。罐装啤酒虽然它的材质避光性好，但是因为太过轻薄，稳定比较差，经不起高温的考验。遇到高温就很容易释放出气体，会导致容器膨胀，而像玻璃瓶子就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了。另外，罐装的啤酒在运输的过程中出现剧烈摇晃，其中的金属物质也会与啤酒发生化学反应，很容易导致口味的变化。第四个区别，瓶装的啤酒要比罐装的啤酒口感更加醇厚。瓶装的啤酒打开后泡沫细腻均匀，味道十分醇厚浓郁，而罐装的啤酒倒出来的泡沫像潮水般涌出来，喝到嘴边明显比瓶装的啤酒要少了一份醇香的厚重，这是因为它们的容器材质不同，隔氧性不同所致。无论是瓶装还是罐装的啤酒，在封口时都会用氮气或者是二氧化碳进行加压，把瓶子当中的氧气排出。瓶装的啤酒隔氧性高，能够承受的压力也更大，因此瓶子当中的氧气随之排出也会更加干净，所以啤酒的味道喝起来会更加醇厚更浓郁。那么罐装的则相反，
它隔氧性相对差，无法承受太大的压力，所以酒精的浓度要大一些，喝起来更像喝饮料一样。第5个区别，瓶装和罐装适应的场合也不同。瓶装啤酒看起来更加有档次，比较适合应酬活动或者一些严肃的场合。而罐装啤酒给人的感觉是轻快活泼，比较适合聚会的年轻人。罐装的啤酒一般视为一次性的，喝完瓶子就会被丢掉，而瓶装的大多数还可以进行回收利用的。以上就是瓶装啤酒和罐装啤酒的区别了。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场合的不同，或者说口味不同来进行选择。总的来说，如果家里面备的瓶装啤酒买多了，一时喝不完，一定要记得避光保存。外出的时候呢，优先选择罐装啤酒，方便携带。罐装啤酒有金属味，现在很多啤酒都是装在铝制易拉罐中的，不过有些人会觉得在喝的时候会有一点金属味。尽管商家为了减少金属味，都会在易拉罐表面附上一层薄膜，但时间久了还是会有一些呢。这其实是因为在开易拉罐的时候，会让啤酒和空气接触，而空气中的氧气会和铝产生氧化反应，释放出一些金属离子，这就是导致金属味增加的原因。当然，在包装易拉罐时，制造商也会注意减少这种反应，比如在易拉罐内壁进行一定的处理，使其与啤酒液体接触的面积减少，从而降低金属离子的释放量，减少金属味的产生。所以说，如果对金属味比较敏感的话，建议选择瓶装啤酒或纸盒装啤酒，口感也是不错的哦。不过不可否认，易拉罐啤酒便携方便，对于户外活动或者聚会来说还是比较适合的。不管哪种包装的啤酒，过量饮用对身体都会产生严重危害。啤酒是以麦芽、大米、酒花啤酒酵母和酿造水为原料，主要特点是酒精含量低，含有丰富的糖类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有一定好处，但如果长期大量饮用，反而会损伤身体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小酌有益，过量伤身。1、肠胃炎，大量使用啤酒容易使胃黏膜受损，造成胃炎和消化性溃疡，出现上腹不适、食欲不振、腹胀反酸等症状，如果没有及时就诊，非常容易造成水电解质紊乱，严重者会造成严重脱水甚至休克。2、酒精肝，啤酒营养丰富，产热量大，所含的营养成分大部分能被人体吸收，酒精通过肝脏代谢，长期受酒精损害，会导致酒精肝，进而转化为肝硬化和肝癌，缩短寿命。很多男性喝啤酒时还会摄入大量脂肪，又缺乏必要的运动，非常容易产生脂肪肝。3、急性胰腺炎，夏天大量喝啤酒会使胰腺分泌旺盛，导致急性胰腺炎。很多人本身就患有胆石症，在大量喝啤酒之后也极易患上急性胰腺炎。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上腹部急剧疼痛，并伴有恶心、呕吐、腹胀、腹泻、发烧等症状。4、心脏病，如果经常大量喝啤酒，啤酒中的大量水分会增加心脏负担，心脏受到酒精的持续损害，会引起心脏肥厚，诱发心力衰竭，尤其是本身有心脏病的人群，千万不要大量饮用啤酒，否则容易诱发心衰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再见。